我的婆婆温迪和我小姑子们呢，今天回加拿大，在澳大舍不得奶奶哭了一早。但是拿铁呢，理论上也明白离别应该是伤感的，就是老控制不住笑，就连分别的拥抱都十分潦草，十分潦草。张拿铁和他的奶奶呀，就是所有的事儿都不和。从张拿铁拿着热水以一己之力劝加拿大人喝热水，被无情拒绝，这梁子就结下了。之后这些天，温迪在公共厕所给拿铁冲了一个凉水澡，丢了张拿铁的户口。在拿铁大米饭就菜汤吃杠香的时候，说自己吃不惯，要去吃薯条。我不听你们都啥做法，啥做法。还天天狂欢熬张拿铁不让他睡觉。在广西旅游，因为餐厅外边9点有个篝火晚会，温迪吃完饭也不走，就要等晚会。拿铁爱吃鸡爪子，想让他奶给他掰下来。温迪看到一整只鸡挂在那儿，一直给他转走，说那个鸡瞪他。然后我看着饭店有民族特色的高山流水敬酒环节，我问温迪你喝点不？他说不喝。我说喝酒这环节是团餐包的，你已经花钱了。于是温迪，在场所有人都得喝。逛完一圈问我拿铁稍微早点哈，我说他刚戒。旁边那桌以为这景区卖酒，这老外是这儿的托呢，是这儿的托。第二天离江竹筏，人家说拿铁太小，怕危险不能坐。温迪跟船夫说可以拿绑船的绳子把拿铁绑到小板凳上，被拒绝。我以为张拿铁不能上船得哭呢，结果张拿铁在岸上站着，看着奶奶飘走了，跟我说奶奶飘走了。我说是，唰唰唰飘走了。他露出了一丝欣慰。结果45分钟他奶又飘回来。拿铁之后一天都在问我怎么又飘回来了呢？让他再刷刷刷。临走头一天，温迪又嗨了，拉着所有人一起跳舞。深夜11点，张拿铁的状态就是老头较少，睡不着，但是又没劲儿，一个人坐一边，斜着眼睛瞪温迪。小点声，拿铁你跳不？我不开心。姥姥说，奶奶没大姓，奶奶没大姓。现在温迪走了，对张拿铁来说算是一种解脱。早晨从机场出来，拿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喝点粥。我说行，这一点自己爱吃的都能满足。肯德基亲子全餐品种多样，新上的潮汕风味牛肉粥，牛丸 QQ 弹弹，素菜包是松月楼联名，一口见馅。中式早餐适合拿铁的中国宝宝们。你不是爱喝粥吗？肯德基让你在文化冲击下坚守自己。张拿铁的生活跟他的姥爷一起，终于恢复到了退休老干部的闲云野鹤。都是小鱼，没钓着鱼。来吃鱼嘛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奶奶邀请我们冬天去加拿大。我不去。哎呀妈呀，张拿铁他真是一个2岁半的小老头，他无比顽固，拒绝外来文化。你不要说话了，他看破红尘，见鬼都异常淡定。这是假的。他还特别好事儿，我领他去公园荡秋千，他对秋千对滑梯兴趣都一般。最吸引他的是聊闲天的老太太，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是，就看老太太的表情就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人要身败名裂。他知道偷听哪个。你看今天看这俩老太太就不走了。我的东西都砸完能进来，还是里边。我到里边过来了，过不成了，过不成了，那打的。回家吧，又搁这块儿，一天你就给你闲的，给你心操的。不光操心人家是不是要不过了，啥心都操。我最近租了一个办公室，往里边搬家的时候，我就把俺家这几口人都叫来了。他爸和他姐来了，就很开心探班一下新办公室。张拿铁来了，到这一看，纸盒盒子要被人收走，铁岭灵魂就被激活了。老爷在吉林收这壳子，老爷不在北京收。拿钱，咱不要这些。要给你，你说我是。有钱不挣不能忍，忆苦思甜不忘本。在思想觉悟这个领域上，张拿铁以一己之力，代表着他身后无数个东北老大爷，给加拿大人上了一课。他爸和他姐来了，那就是个玩儿。张拿铁那要强，来了眼睛里全是活，亲力亲为，啥干不了吧，哪都盯着，啥事儿他都得搭把手。人家嫌他碍事儿，人自己进屋装桌子去了，他还跟人后边隔着玻璃看着，戒不了尿不湿，更戒不了操心命，脸上就写着几个大字：我谁也不放心，我谁也不放心。来，领导，你视察这么长时间了，给你补充点能量吧啊！喝点美素佳儿原月，有 NVHMO， 荷兰自有牧场的 Novus， 牛乳软蛋白比例也高，整的明明白白，看他身体素质还挺硬实，你看这给他忙活的。一杯，就给你的，你不操心别人了啊！在我办公室一共待了不到2小时，那把我同事的心都操一遍呢。有第几日再3点，要不刷洗，别呀黑呀，你把本子弄出来。你儿子刚才跟人说你把本儿都弄出来，这儿都是来。
然后下班走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事露着脚脖子骑电动车走的，给张大铁急坏了，还碎嘴子。哎呀，他就是脚脖子呢。人家告诉拿铁说我不冷，然后骑车就走了。他在后边，这个着急人老了做病啊。我这腿切裤了，脚脖子。哎呀，哎呀！哎，你说我一天叭叭叭的，总唠以我的视角看我老公这个外国人我看不懂的那些事儿。那你说我老公看俺家人以及铁岭人有啥看不懂的点没呢？我昨天采访他了，的确有需要探索的未解之谜呀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山上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们那么喜欢打自己？我老公有一次一大早上让我爸叫起来，上我们铁岭秀丽的龙首山上去晨练。我老公呢是个夜猫子，所以我爸5点钟叫他起来，对他来讲吧，就相当于午夜神游呗，就是虽然人醒着，但是很恍惚。结果这一上山，哎呦我的妈，差点让这帮老头老太太给吓过去。俺几个当时是往山上爬，正赶上这帮老头老太太下山。哎呀，这个壮观，一个个也70、80岁了，甩手的、喊天的，手里挥着响鞭的，撞树的、倒走的，朝着朝阳颤抖的，击掌的、小跑的，薅着拖布狂草的。尤其是撞大树、玩鞭子，还有拿拖布在地上写龙，这几个正经给吓够呛。完他下山之后回家吧，他睡个回笼觉，醒了之后就高低认为这是一场梦，一场玄幻的梦。梦游东北花果山，满山都是活神仙，圆形灌木能冲肩，双手甩到上青天，每隔10秒一叫唤，夕阳无限已成巅。他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铁岭的亲人们喜欢在睡觉这个问题上自残？你们家长有这样的没？就是有床不睡，愿意跑地上睡觉去。我妈就这样，冬天地热一来就爱跑到大厅上地上睡觉。我老公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发现外面一个身穿白色睡衣的女人在大厅的正中央躺溜针，给吓尿了都。第二天问我咋回事，你妈梦游，就是游到哪儿累了就地就重新睡。完我妈说的，我不爱睡软和床，不解乏，我就爱睡硬地，能直腰。我老公是完全理解不了什么叫解乏，什么叫直腰这俩概念。反正呢也不能怪他听不懂，当今世界的总体趋势确实是越有名气屁股越大，越有流量下巴越尖，越有资本本儿都越鼓，越有财富床垫越宣嘛。他是没想到我妈打拼大半辈子长个大房子，最后整出4个卧室搁那摆着，完自己跑到外屋地上睡觉。这不冬天嘛，咱就说夏天，他本来吧睡得挺好，然后有一天我妈觉得天太热了，就把他床上这套设备都给换了，给他换的硬的薄床垫，然后铺的是竹凉席，然后还给他安排俩玉石枕。刚开始吧，我老公一看哈，老兴奋了，还照照片，觉得这一套设备特别东方，特别古韵。但是他其实没看明白，他瞅这俩玉石枕哈，他以为是俩凳子呢。完问我，哎，就我这屁股这老大，你妈给我买的凳子就这一长条，我是横着坐还是竖着坐呀？还是说这玩意儿有奖？咱说一对龙凤呈祥得拼到一起坐，是不是可以拼一个太极八卦啥的？完可以改善一下我的末梢风水。我说这玩意儿是给你整的。我老公犹豫很久，最后反正是躺下了，躺下就开始叫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睡个觉跟做磁共振似的，这不活遭罪吗？我说你难受你就起来呀。他说的，你妈买的竹凉席吃过肉，我现在动弹不了。不信你看看，现在这竹节里头肯定全是我汗毛。我说你别吓人呼啦的，结果给他薅起来，我一看哈，真的就他这满身金毛能让我妈这竹凉席给薅下去2两。完我老公不是睡了2礼拜的竹洗玉枕吗？人都睡瘦了，跟我妈说要换。我妈说这玩意儿多好啊，败火透气的。再说你瞅瞅你的脑型，顶个大南北头，人都到沈阳北站了，后脑勺还搁加拿大呢，自己不绞呢，赶紧用那硬枕头板板吧。这事儿过去好几年了，到现在他还在纠结自己为什么被叫做南北头，还经常跟其他老外讨论这个学术问题。我老丈母娘管我叫南北头，说我这个距离比这个距离远，但是我不明白，那我要是动弹呢？就我这个长直性坐标如果指向了东西呢，那我怎么还能叫南北头呢？那不对，那你是没听明白，你这个造型你咋转也是南北头。我觉得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你看我没有后脑勺，我这下宽这下窄，我觉得我是东西头啊。你没有后脑勺子，那你这脑型得治，怎么治啊？你呀，你到铁岭你提我名，在龙首市场给自己整一对玉石枕，晚上夹你脑袋睡觉，很快就给你夹成南北不是东西了。